上回说到，库里凯猛然想起来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，要想乘上正南边的冲天海流，必须要有指南鸟指示方向才行。路飞一伙一听，立即拿起装备奔向森林寻找指南鸟。同一时间，贝拉米率领的流氓团伙找上门来，千里送人头，礼轻情意重。贝拉米有意试探一下，先派出自己的精神小伙手下打前阵，意料之中的被库里凯和2个猩猩人手下给收拾了一顿。贝拉米攒满了血怒，开始进攻，双腿变成弹簧，将整个身体弹射出去，接连秒杀了2个猩猩人，接着又一拳头撂倒库里凯，双腿强有力的弹射将梅利号的前半段直接击断，力量之大可见一斑。这就是贝拉米的能力，他是吃了弹簧果实的弹簧人，全身都可以变成弹簧，经过蓄力后发射强大的冲击力，干掉了库里凯和2个猩猩人。贝拉米得意洋洋，手下从房间里搜出了黄金。贝拉米更高兴了，这一趟真的没白来，收获颇丰。森林中，路飞和乔巴小分队首先遭到了指南鸟的袭击。这些鸟本身不具有攻击性，但是它们可以指挥森林里的虫子们袭击侵入者，看起来就像是整个森林的山大王。这里的昆虫也诡异得很，螳螂都快和路飞一样大了，一刀子砍过来，轻松斩折了一棵大树。螳螂之后还有大黄蜂群，山治小队和索隆小队遭遇了同样的灾难，像滚石一样的甲壳虫、巨型蜗牛，还有蝼蚁部队。这些个卑鄙的小伎俩一时间难住了草帽一伙，正面拼杀他们毫不畏惧，但是雕虫小技却能让他们眉头紧锁。大家凑到一起想办法，因为指南鸟会召唤昆虫，虽不致命，但是烦人，这让大家根本无法去抓捕指南鸟。此时已是深夜，大家又累又困，体力都已耗尽，无法和指南鸟进行持久战。就在大家烦恼的时候，一只指南鸟特意飞来嘲讽大家，结果被罗宾一招锁喉，直接捕获。草帽团开开心心的回到库里凯的小别墅，发现这里一片狼藉。库里凯和自己的2个兄弟浑身是血，没了知觉，小别墅几乎都要被人拆了，就连黄金梅利号也被人打断了船头。草帽团懵了，就刚刚离开这么一会儿，仇家就上门了，什么人啊，如此嚣张！库里凯大叔为了不耽误草帽团出航，死活不肯说出对方是谁。娜美从屋子里跑出来，焦急地说道：“路飞，黄金被人抢走了。”库里凯忙摆摆手，那种东西不重要，抢走就抢走了。乌索普立刻就怒了，那些黄金是10年来大叔不分昼夜不顾身体潜入海底，好不容易才找到的，怎么可能不重要？库里凯打断乌索普，严肃地告诉大家：“你们准备好出航吧，我会找来所有的猿人兄弟帮忙，务必让你们在天亮后顺利出航。”索隆在附近查看了一下，在库里凯小别墅的那个巨大的木板上发现了一个标志，这个标志正是贝拉米一伙的那个标志。路飞默默地站起身，索隆立即问道：“路飞沉着脸说：“娜美试图阻止路飞，还有3个小时就天亮了，他们耽误不得，要立刻准备出航。”路飞没理会娜美，确认了去往小镇的路，一个人默默走去。库里凯喊道：“小兄弟，你要去哪儿？别白费力气了，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？”索隆将刀挡在库里凯的面前，想要阻止他就用这个吧。此时在蘑菇镇，镇上的一个小混子彻夜喝酒，起身小姐的功夫捡了当天的最新报纸，打开一看，原来是通缉令。他无趣地翻了几页，看到路飞和索隆的通缉令后，小混子嘲讽道：“这不是白天那2个窝囊废吗？”仔细一看悬赏金，小混子傻了，是不是自己喝多眼花了？那种废人怎么可能有1个亿的悬赏金？小混子擦擦眼，又仔细读了几遍，接着脸色大变，惨叫着向镇子里跑去。此时贝拉米一伙在蘑菇镇的某个酒馆里包场吹牛逼，死到临头了，还没有一点预兆。小混子慌慌张张地闯入酒馆，冲着大声吹牛逼的人群吼了一声：“大家都快跑吧，大事不好了！尤其是你，贝拉米，再不赶紧跑，你这条疯狗就要变成死狗了！”贝拉米愤怒地转过头，酒馆里其他人也用看智障的眼神看着小混子。小混子掏出索隆和路飞的悬赏令，白天那2个小鬼，一个悬赏金1亿，一个悬赏金6000万贝利，都比贝拉米的悬赏金高出很多。全酒馆的人都傻眼了，我了个大操！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1亿悬赏金的海贼，惨了，我们会被杀的！所有人都慌了，只有贝拉米还稳稳地坐在位置上，不屑一笑：“慌个屁！居然被一张纸吓成这个样子！你们也见过本人了，又菜又虚。你们没听过，以前有很多海贼惯用一种伎俩，伪造自己的通缉令，威慑敌人，往往真的有傻缺被吓得尿裤子，还没开干就萎了。你们也是蠢逼，被吓成这副德行。”众人一听，觉得也有道理。如果真的是悬赏金过亿的海贼，早就牛逼哄哄了。那2人又废又低调，一定是伪造的悬赏金，还是贝拉米大哥老道，一下子就拆穿了对手的伎俩。路飞沿着河岸一路狂奔，脑海中都是库里凯努力的样子。一想到贝拉米，路飞就火大，他妈的，越想越气，那个叫贝拉米的王八蛋在哪儿？路飞很快找到了蘑菇镇，看到一家酒馆灯火通明，扯着嗓子叫门，酒馆里的混子瞬间就安静了，屁都不敢放一个。还是贝拉米比较猛，豪横地走出酒馆，跳上屋顶和路飞对标嘴炮。
第一局嘴炮，双方打个平手。和逼逼赖赖的贝拉米不同，社会你飞哥人狠话不多，直接动手就完事了。贝拉米急不可耐的想要再次虐菜，一脚蹬碎了屋顶，高高的跳了起来，随即踩住一面围墙，看我一招解决了你，弹簧狙击。路飞站在高处使不出力气，只好想办法躲开贝拉米的攻击。这一躲更助长了贝拉米的嚣张气焰，认定路飞就是个嘴巴逞能的废材。这一架自己不仅要必胜，还要狂虐这个小子300回合。路飞从屋顶被打落在地上，周围小弟一顿起哄。贝拉米开始了自己的炫技表演，以最快的速度化成弹簧闪电，在路飞周围跳来跳去，晃得周围人眼睛都花了，迟迟不肯动手，嘴上还不停的逼逼赖赖。去你的黄金箱，去你的空岛，做白日梦的时代早就过去了。路飞的怒气值被顶到了天花板，默默举起一只拳头。贝拉米正面冲向路飞，再见了草帽小子，去你妈的再见！贝拉米袭来的一刻，路飞一拳头砸下去，贝拉米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，直接失去了意识，瞬间 KO。最怕空气突然安静，刚刚嘈杂的小广场上，现在只能听见雪滴掉落的声音，众人傻眼了。再看到路飞那张标价1亿的悬赏令，好像看到了死神，看到了恶魔。这一张薄薄的纸，吓得所有人颤抖不止。接着不知道谁叫了一声，所有人一哄而散，只留下贝拉米的小弟们站在原地瑟瑟发抖。路飞见大家都不理自己，只好自己跑到酒馆里找到被抢走的黄金，开开心心的往回走。贝拉米手下的精神小伙回过神来，还想和路飞叫嚣一番：“臭小子，给我回来！我问你要去哪儿，不敢回头了吗？”路飞突然站住，举起一个拳头，精神小伙立即吓得摔倒在地。你问我要去哪儿？天上！精神小伙们当然不敢再和路飞多说一句话。路飞走后，几个路人经过，他们就是白天见到过的黑胡子一伙。黑胡子捡起路飞的悬赏令，啧啧称赞：1亿贝利！我看到他那股霸气劲儿就不止3000万，没想到有1亿贝利。精神小伙想在黑胡子身上撒撒气，黑胡子抓着他的脑袋，狠狠摁在地上。哪里来的蟑螂，给噎死！找这种小角色没用，要找就要悬赏你1亿贝利以上的悬赏犯，打倒他就能一战成名了，兄弟们！现在的黑胡子在世界上还是个无名无姓的毛头小贼。为了问鼎巅峰地位，黑胡子在下一步很大的棋，干掉一个知名悬赏犯，快速提升知名度，然后进入大佬圈子。他们第一个的目标就盯上了身价1亿的路飞。让我们把目光放眼世界，圣地玛丽乔亚，世界最高权力五老星得到消息，四皇红发以派出使者的方式与同为四皇的白胡子接触，这一举措对整个世界来说无异于大地震前的群蛇乱舞，处理不好很容易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。五老星倒是不觉得恐慌。红发虽然是个一旦动手就会给世界造成巨大困扰的男人，但他不是一个为了一己私利而改变世界的人，不可轻举妄动，暂时观察一下。眼下最重要的是七武海的事情，必须尽快任命克洛克达尔的接班人。千里之堤溃于蚁穴，平衡世界的三大势力一旦失衡，会给整个世界带来直接性的冲击。为了找到适合的七武海人选，和海军本部大参谋贺中将为首，牵头举办了一场会议。会议邀请了其余6位七武海到场，而与会的只有多弗朗明哥、暴君熊、鹰眼米霍克3人。会议刚开始，就有人打乱了大家的节奏。此人自称拉菲特，西海有名的残暴保安官，现效力于黑胡子海贼团。拉菲特上来就提出一个很不合理的要求：听说你们在找克洛克达尔的接班人，我来给你们推荐一个人吧，他就是我的老大黑胡子。战国毫不客气的回绝，听都没听过，我们不需要无名小辈继任七武海，根本就起不了威慑其他海贼的作用。拉菲特不慌不忙地说，现在他还是无名小辈，但很快就会让全世界都知道他的威名，给我们一点时间，我们正在为震惊世界做着准备工作。我们的海贼团叫做黑胡子海贼团，请各位大佬牢牢记住。新世界某海域，白胡子面对四皇红发派来的信使，一点不留情面地撕毁了红发的信函。信使都呆了，你这个老头可知我们老大什么身份？白胡子嗔不道，居然敢派信使，那个臭小鬼什么时候这么拽了？你当老子是谁？老子可是白胡子。告诉香克斯，如果有事找我谈，就带着好酒亲自来见我。听懂了就滚蛋，我不想和流鼻涕的小鬼说话。眼前这个壮汉就是世界最强男人四皇白胡子。信使将白胡子的话带给红发，没想到红发不怒反笑，这种情况早就是意料之中了。兄弟们，准备出航去会会白胡子。副船长贝克曼提醒道，如果高调和白胡子接触，政府恐怕不会坐视不理。红发笑了，政府不可能一声不吭的，不过谁敢拦我，我就打谁，打到他不敢拦就可以了。